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2018年的春节过后，跟大家再次相聚在国图公开课的演播室，共同参与中国传统艺术公开课书法课程的录制。我是主持人商露。邱振中老师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央美术学院书法与绘画比较研究中心的主任。在上一讲课程的第3讲观看和体察当中，邱老师具体而微地带领我们深入到了书法的世界当中，为我们详细地解析了我们应该如何对书法进行精细的辨析。那么在今天课程的第4讲书法的含义系统当中，邱老师将为我们全面地解读书法复杂的含义系统对于人们去感受和学习书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想接下来让我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邱振中老师为我们开讲中国书法从书写中生长的民族精神的第4讲书法的含义系统。有请邱老师。各位下午好。我们今天讲第4讲书法的含义系统。这个含义系统这个词大家可能从来没有听过，但是它所谈到的内容、涉及的内容我们肯定不陌生。这就是说书法到底能表现什么，对不对？能表现一个人的气质，他的修养，有些地方还讲到能反映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比如他能活多久。等一下我们讲一个这样的故事，这个太神秘了。它还能反映社会的状况，包括自然界的一些天体的运行，还有过去我们常用的阴阳的概念怎么在书法里得到反映。这个书法实际上我们没有系统的思考过它所有的含义，但是客观上来讲，书法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含义系统。传统观念认为呢，书法能够表现人文、社会、自然的丰富内容，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含义系统。这个含义系统对人们感受、学习书法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含义系统包括哪些内容？他们是如何进入含义系统的？能不能加以证明？如何从作品中读出这些含义？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今天试着来回答这些问题。比如说，对书法作品我们已经不陌生，但是当我们是眼睛看着一件书法作品的时候，你除了画面的内容以外，那些字、那些线条以外，你还能看出什么？你能看出一个作者的形象吗？能够看出这个作者他这一生中读过多少书吗？又神秘又吸引了我们。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表现的问题，就是说一件书法作品放在那里的时候，它到底能表现一些什么？清代的刘熙载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这句话大家不一定读过，但是书如其人这句话你们一定听过。这句话就是从这里来的。书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后来就把它简化成书如其人。你看这里谈的他没有谈自然，也没谈社会，他主要谈的是这个人。事实上在所有的表现内容里，最重要的就是表现人。比如说这样一件作品，被认为是唐代的虞世南一个手稿，被认为是他写的汝南公主的墓志，这非常著名的一件作品，写得非常好，雅致飘逸高贵，我们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感觉。但是在背后反映的社会的情况、历史的情况，还有自然天体的运行的情况，
阴阳之间的关系，还有于世南这个人，他的有关的一切，能看出来吗？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来。但是为什么人们在说这些作品，说这个时候，又能写出那么长的文章，说出这么多东西呢？实际上是由于历代的文献的阐释，这些知识传达给我们。我们一想，于世南原来有这些，古人是这么把它联系在一起的。今天我们试着联系，看看，结果还有点道理。前人谈过的内容有哪些呢？这里我不详细的去说了，只能概略的说一说。比如说同流天地，意味交亲。同流天地，书法跟天地自然界的所有的运行都是吻合在一起，人们从这里能够看到天地的某种规则。然后观晚周文字，而局诈之风炽矣。看这个东周啊，在周朝的后期的这些文字，就感觉那种，就这种怎么讲？人们在勾心斗角、耍手段、搞奸诈的政治活动。那你说，我们看那个时候的经文，能不能看出这些？太难看出来了。然后说作秦刻显别而作短，汉篆宽平而韵长。这是我在文章里说，他可能是看到秦代的这种招版文字，那种显得很草率的东西，一看秦代这个命长不了。汉篆呢，可能是看见汉代的一些很宽博舒展的篆书，但是汉代也有很尖刻的文字，还也有草率的文字，那怎么办？所以这种说法的话，不太令人信服。但后边说的还有刘公权说的心正则笔正。刘公权说，我现在说人正则书正，这是很著名的一段话，说书法能够表现一个人的性格，表现他的正直，表现他的修为。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去反驳他，但人们心里多少都有点疑问。总之吧，古代的阐释他就谈了这么多的内容，里边有可信的，有很有道理的，也有让人怀疑的。这个坦率的说，要一点一点去证明很困难。我的比较关心的倒是，人们为什么这么热心的去阐释书法的内涵？当然，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服装也在演变，也会有人去谈服装的每个时代不同的内涵，但是它肯定没有形成一个关于书法的内涵这么系统、这么长期的、这么热心的一个阐释的系统，对吧？我们可以想很多很多领域都没有书法这么样的特别，会把这么多东西全部往书法里放。所以我在一个地方讲，我说书法的含义像个橡皮筐子，随便什么大家都往里边扔，它好像都可以撑得无限的大，反正它也装下了，就一个这个东西。跟它比较类似的东西，就是也是一个这么样的橡皮筐子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意象，就八卦的图像。人们也不断的往里边阐释，不断的往里边放东西，阐释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从来也没看过这个筐子断裂的时候、爆裂的时候。在我对整个中国文化的思考的时候，在这么观察的时候，我发现就这么两个东西，它的含义能无限的扩展。一个是八卦的图像，一个是书法的图像。我在一个文章里讲过，
这两件事情绝对不是耦合。包括他讲的最主要的是，最后被大家接受的是其中的哲理，而书法最后让大家比较倾向于同意的、接受的，是他对人的表现的接受。好了，在这么我不可能再详细的说下去，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在这些不断的每个时代添加的表现的内容里，我们归纳出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点，它只叙述不论证，它只是说书法表现了什么，但是为什么表现什么，你怎么证明表现了什么，他不说。第二点，不断增添。最早的时候他会说表现的情，表现的智，表现的修养，最后说如其人而已。总的他这个人总的全部在里面，他不断增添，多多益善，只进不出，这很有意思。你想一个东西只进不出一样的，假如我们这个房间只进人不出去的话，那很快就要人满为患，对不对？他只进不出的。第三点，这里写了一个富山的故事。等一下我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富山是清代初期的著名的书法家。有一次他出去的时候，办事情，桌上就放了一张他的字。他的儿子看见了以后就想，我换一张字试试看，看他能不能认出来。就把自己写的同样的内容的字换了一张放在考验他的脑子。结果富山一回来一看这个字，大惊失色。他说完了。他儿子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看这个字中气一绝，我命不长了。他儿子就笑，你看这老头儿有点夸张了，这明明是我写的。你看他说中气没有。过了1个月，他儿子去世了。有意思吧？是不是真的？谁也不知道。但是有笔记里记载。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别人看到这个笔记的以后，很多人都把这个笔记抄下来，放在，不是抄了，稍微改写一下，就把它的内容再放在自己的笔记里。我至少在4、5个不同的笔记里看见了这个内容。我这里是感觉到一个，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神秘，这是第一点。第二，这种传抄的力量。以前不有这个故事吗？曾子的邻居说他杀人了，他母亲说不会的，但是几个人大家都这么说的，他母亲逃走。这就是传说的力量，传抄的力量。在中国历史里，在书法的内容表现内容的这种演进的叠加的过程中，这种传抄复述力量太大了。一个人这么说，你说说可信可不信？2个人这么说，怎么他也说？7、8个人、10多个人、200年都这么说，那你说说看。我把这种东西叫做历史证言，不要证明，它是一个证言。比如像一个法庭一样，1个人这么说还不可信，10个人这么说，100个人都这么说，法官要采信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历史上他又没有什么要对着圣经启示的手续，那你想他只要在笔记里抄进去就可以，你说这多方便。你回去也可以在你笔记里写这个故事，多少年以后你的笔记流出来，你看他又抄了一遍。所以历史上我们想千百年这么做下来的话，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中的某些内容不需要证明而它逐渐的就被肯定了的例子。传抄的时候他还会加码，
我也举一个例子，董其昌是明代后期的非常重要的书法家，名气很大。同时代呢，有一个人叫做李代问，这个人字也写得不错，但是他对董其昌很不服气。哪里有董其昌的题字，他旁边他也要题一篇，就要跟董其亮较量一下。这个董其昌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了啊，他怎么都会引起他注意了，然后他就去看这个人的字。他看了以后，他跟旁边的人说：“他说这个人的字啊，写得不错，但是有杀气，就很凶猛了，生猛了，而且不吉利。”他没说别的，但是记录这个过程的人最后加了一句，他说：“李代问最后终因为起义被杀。”这个有意思了吧？董其昌只是说这个人的字很凶，看着不舒服，大概就这个意思了哈。但是别人说他果然被杀，这个你说，他就变成一个历史的事实。董其昌可没有说这个话，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那个记录的人，这个家的这个果然的果字，太厉害了。后代的人我们不管青红皂白，这么一看下来，再这么传抄几次的话，就变成从字里能看出一个人最后他是被杀的还是善终的，对不对？这就是中国文化里书法传承文化里阐述机制里文献的延续机制里的两个有意思的地方。这我们说的简单的说，在阐释书法的内涵的时候，它有这么几个特点。比如说，这是傅山的字，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他儿子换掉呢，大概就是一种跟着类似的风格的字。你们能看出这个人还能活多久吗？我是根本看不出来，我只能说他好和不好，还有什么问题。这是清代的朱和根的《临时心解》里记录的李代问和董其昌的故事。看吧，后李国以起义阵亡。书法表现的内涵有没有局限性？说的是准不准呢？其实是古人他已经是有怀疑的。我们今天有怀疑，古人呢也有怀疑。比如这里就记载了几个故事。比如说清代的钱俑在他的数学里就说，他说褚遂良的字啊，别人比作他是美女婵娟，特别漂亮，但是他的那种在政治的这个处理政治问题了，表达自己政见的时候是很坦率的，很刚烈的，为有唐一代的名臣，所以这个笔墨是看不出有关的人品。有意思吧？大家我们都是说书如其人，人品书品即人品，这个听得多，但是这一类的否定的声音我们听得很少。下面两段更有意思。这是刘熙载，清代后期的刘熙载，他在书概里边说的。他观人欲书，莫入观其行草。他就光楷书就看不出来了，因为苏东坡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呐，如果衣冠楚楚啊，穿得很端正，坐在那里，你就见不到他的天性。你打点酒让他喝，醉得差不多的时候，看他怎么做，你就知道这个人的本质了。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色，观他的样子，这个很有意思吧？那你用到书法里，很明显的就说，一个人端端正正在写字，写很厚重、很凝重的字，他的单薄、尖刻、吝啬，你一点都看不出来。第二，书上轻而厚，要轻，有清气，有厚重的感觉。但是轻厚也要本于你自己心底的一些东西，如果不是本于这个你表面做出来的，
这种东西不过是为他人写照。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书法的表现的时候，把古代的那些陈述跟我们感受到的东西进行对比的时候，实际每个人的感觉和经验在这里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同时也就是说，这个古人说的能表现那些东西，你很难轻易的否定它和赞同它，要检验。但有时候检验很麻烦，现代理性还不具有这种检验的手段。第四，我们讲文词内容，书法它都有书写一定的文词，除了一些现代的一些探索性的作品，那里边少量的作品已经没有文词，这个我们不谈了。古代的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基本上全部都是有一定的文词的内容。这个文词的内容重要不重要？有很多说法。有的人认为文词很重要，而我知道有些书法在写作品的时候，对文词就非常的挑剔，不好的文词是绝对不写。但也有一部分书写者就觉得文词不重要，我写字嘛，写什么字不都是写吗？但是我们来看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比如这样一件作品，怀素的《自叙帖》，这是狂草，狂草是非常难认识的，不是说诸位认不全这些字，一位专攻草书，比如一生你专攻草书的书法家，这些字你也认不全。为什么呢？他有时候两个字缠在一起，有时候他该这么明显的弯曲的时候，他稍微意思意思，或者干脆就少了一弯。这草书少了一点点，它的就完全成另一个字，或者你根本不可能认识。所以就是一个专攻草书、研究了草书一生的人，这种作品他都认不全，那你怎么办？所以在怀素《自叙帖》的原作后面附有一个释文，小楷。我常常想这个事儿，按道理来讲嘛，懂书法的人谁管那么详细的那么的字呢？是不是？你写一个错字，他也能谅解。漏掉一个字也没太大关系，杰作里漏掉字经常有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还要一个释文？这就是说，当我们在反复的欣赏《自叙帖》或者张旭的狂草的时候，到最后你还认不全里边的字，你心里会很遗憾，你心里总会有一点不安、不踏实的地方。你总希望呢，最后能够把它所有的字都认全，这就是人们想方设法要在这个后面加一个释文的原因。这是一种心理。我是写草书的，主要写草书的，所以我说到这些心理的时候，我自己是有很多体验。当我们在说一件事情，说一个理论，说一件作品，实际上都有一个心理活动的前提或者背景在里面。我所说的对文词内容的关注，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文词内容肯定会成为这个作品的表现内涵的一部分。那些著名的作品，比如说祭侄稿啊、黄州韩氏诗帖啊，还有这个大家熟悉的南亭序啊，这是不用谈了，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文词和风格非常协调。这是我们普通的写封信，我举个例子，你一封很沉重的信，结果你很流畅、很欢快的笔触，很轻快的，你觉得这个信是不是有点怪怪的？是不是说明这个人写的时候不真实那种感觉？非常沉重的心情，写非常欢快、非常漂亮的那个字体。反正看到这种字，我是受不了。
好，所有谈的这一切，最后构成了一个含义系统。含义系统。所有谈的这一切，最后构成了一个含义系统。含义系统。这个含义系统是我采用的概念，因为我没有什么一个词能够把这么多复杂的历代加在一起的形形色色、不断加以微调和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意义的阐释，我们叫它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叫它含义系统比较合适。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它是长期在历史中形成，它非常的稳定，非常稳定。第二，它有个很好的作用。作用在哪里呢？当人们看书法的时候，你是对一个书法的阐释系统熟悉的人，你马上会同时反映出对书法整体的意义系统，它浮现在你的心里，它成为你阅读这一件作品的心理背景。当然，对这如果它是一件名作，还有很多具体的阐释，你全部加在一起，那你想想，你的感觉很丰厚。换句话说，书法变得丰厚。任何历史悠久的艺术，它都有很多的诠释。比如说中国的绘画，哪一件名作它后边没有夹着一大段提拔的？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许多的提拔，还有现代的解释的文章都有。但是你们看看，没有一个领域像书法这样，它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结构的、不断增添的一个这样的含义系统。我在一篇文章里讲过，西方的艺术里，它也有阐释，有它的意义系统。比如说表现主义，那是上一个世纪形成的一个派别，主要在德国。人们认为这个作品里边，它独特的形式构成里反映了有各种各样人的社会的精神的内涵。但是这些东西这些内涵有很多阐释，有很多文章，但是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大家公认的稳定的历史，更谈不上意义系统。它只不过是众多的意义系统里面的一个。它有多大的影响力，在整个的意义阐释里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份额和比例，都是问题。但书法不一样，书法这个阐释体系，它就很庞大的坐落在这个地方。你要看书法，就绕不过它，它就在你的心底，成为一个谁都绕不过去的心理背景和知识背景。结果它使书法丰厚了。第三点，他对作者和读者都有一个要求，由于含义系统的存在，有一个预先的设定，你没法去专门的做形式，对不对？你做形式吧。你说我研究颜真卿的楷书，我只做形式，后面的含义系统我暂时不管它，对不起。你不管的话，所有的人看见你写的那两笔撇和捺，就知道这是颜体，它就会浮现出整个的意义，你逃不掉。这个很有意思。这对一个学习书法的人，对一个观赏书法的人，对一个创作书法的人，它全部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存在，让你没法去做形式主义。有意思吗？这是他的积极的一面。所以我们现在经常的批评一些学书法的年轻人啊，他们只在那里摆弄形式这个怎么讲啊？然后就不注意背后的文化内涵啊、修养啊等等。坦率的说，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随便谁，只要你画出的线条或者是样式跟过去有点关系，看的人
它就不是一个纯形式主义的东西。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可以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谈。我的意思是说，含义系统在相当程度上让人们绕开了形式主义。第四点，这么漫长的、复杂的、巨大的含义系统，要表现在你的创作里，表现在你这个人的一生的创作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无意中表现出来的好坏，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书法的有抱负的作者，要在你的这一生最后的作品里表现你那种独特的对书法的感悟、对人生的体会、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它也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所以古代的人是考虑到这个。孙过庭他就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人书俱老”。这句话大家都听过，有很多种不同的解释，但是最朴素的一种解释吧，大概就是说，写好字，你的字要写的老辣、老练、成熟，那你很年轻是做不到的，你要经过漫长时间的锤炼，才可能让你的书写和你里边复杂的人生，还有这种书写的水平，它变成一个紧密的整体。当然，我也可以去做很多东西的证明，比如说，今天我们书法领域里有篆刻，对吧？这是一个大的分类。另外还有书写书法，就狭义的书法，广义的书法是把篆刻也包括在内，书法篆刻。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30岁左右的篆刻家有刻得很好的，很不错的。30岁的书写者几乎看不到写得非常好。书法一定要年纪大一些，这是为什么？我想过，篆刻它是可以摆的，4个字、8个字，它可以调整，刻得不好还重来，硬稿可以反复的设计，书法很难，它不可能写1、2个字，一般是不写1、2个字，它有一篇那么多线条空间在那里，你要把它组织好，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还要让这些组织里让你整个人不知不觉地渗透进去，这不是几天做得到的，也不是几年做得到的，它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所以30岁恐怕做不到。好，这样的含义系统的话，它就带来这样。首先，我谈了这么4个特点吧，它实际还是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点，我们笼统的来阐释书法这件事情的话，比如书法艺术有什么特点，它的作品里怎么表现各种不同的内涵，经过我们很多年的努力，这一点已经能够说的还好，能够说到比较多的东西。但是要让我去说到某一件作品，比如你写的一封信放在我面前，或者你在全国展览的一件作品，让我来阐释这一件作品的内涵的时候，我感到无能为力。如果我很要仔细的去说，硬要说它的话，首先说来说去，我发现说的是它的文词，说的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书法的线的结构里边跟人的关系。比如说你这个文字文化的文字，你通过哪一个焦点的距离，每一笔形状还2笔之间的关系，这里边就反映了你做人的某一种特点呢？你怎么去说？说来说去还只能说文词，比如说颜真卿的这个祭侄稿，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伟大的作品。颜真卿是祭奠他在安史之乱中牺牲的侄儿，要写祭文了。这个祭文的草稿，那种心情的悲愤，那种怀念的痛切，都反映在写的这个字里行间。这个我没问题的，很清楚。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东西，文字离开这个文字内容，我们怎么能说它的一撇一竖，还有行书两个字之间的连接，怎么反映了他的人，他的生命状态？你说来说去，只能说它流畅、连贯、收敛、浑厚。这个是他一般的特点啊，不是这一件作品才有的特点。我是作为一个我也写文章的人，我深切的感觉到，就是我们在阐释一件作品的时候很困难。但是你们去看看一些文章，人们在阐释一首诗歌的时候，他可以说很多，很具体，甚至在阐释一首乐曲的时候，都能够讲很多很具体的东西。比如说最近读的古尔德读本，是加拿大的一个钢琴家，他写了很多弹音乐的文章，写得非常好。他有些文章弹一首乐曲几万字，弹得非常的具体。我想这是我们整个的含义系统没有给书法的阐释准备的东西。我们要重新寻找对一件作品阐释的知识。第二点，这是一件我的作品。实际这件作品应该说非常的古典。古典在哪里呢？首先说你们看到肯定是感觉不到古典，而是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新的作品。这件作品是利用古代文字里的代考文字。什么叫代考文字呢？比如甲骨文、金文，还有货币文字、先秦货币文字，还有各种古文字的词典里，它最后都有一个附录。这个附录呢，是这个编写者他没有考证出这些文字的语义，就我还不认识他，我把它全部暂时的放在这里。这部分叫代考式文字。每一本古文字词典后面都有这么一叠代考式文字，这就是说他们是汉字，但是我们谁也不认识。这样的文字有相当一批，这批文字篆刻家从来不用，因为他没用啊。你要刻姓名音也好，刻闲文也好，这些词不认识，你怎么选用呢？没法选用。书法作品同样的道理也不用。这就是说，从古到今这批文字从来没有被艺术家、书法家、篆刻家使用过。有一天我就发现这批文字太漂亮了，太神秘了，我就决定，当我看见的第一眼，注意的第一眼，我就说我要创造一批代考文字，这是其中的一件。这件文字为什么要这样放呢？这就是因为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你肯定会说，要么横着写啊，要么竖着写啊。我就要问，为什么要横着写？哪个放在哪个字的前面？你没法回答我。我给你白日依山尽5个字，你一看就知道，日字肯定放在白字后面了。如果这是不认识的字，你这放在哪里？第二字放在哪个位置？你没法回答我。当人们无法回答我哪个字应该按什么顺序排列的时候，换句话说，我可以随便放，对不对？你不能说这样放是错的，你要说错的，我就问你该怎么放，你回答不出来。所以这是一件利用真正的古文字创造的一件现代的从来没有过的结构的书法作品。好了，这样的作品肯定有内涵，
现在我问你，这件作品怎么阐释？我们所有的准备的含义系统，都是为了来阐释那些我们知道它样式的作品。他谈的都是那些作品，这样的作品没谈过。虽然它是一个古文字，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用那些含义来说明它。它怎么反映了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或者是这个时代的升降？没法说。这里不是一个阐释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含义系统的问题，它涉及到更复杂的问题。我这里只是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好了，为了我们更好的利用含义系统，为了在学习书法的时候，同时也对含义系统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和把握，我这里提出一些建议。因为了解含义系统啊，是深入书法的必经之途，这绕不过去的。不论是新的旧的作品，你必须时刻去寻找作品的新的含义。这我里强调寻找新的含义，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让你对作品意义的认识成为一个封闭的东西。哦，书法就是这样，哦，它就是这样，古人说了，它就是这样。每一个人在欣赏书法的时候，都必须去寻找一个新的含义，前人没说过的。比如说，我们在看苏轼这件很著名的作品《李白诗卷》的时候，前人有阐释的。过去的人们的一些概念性的笼统的阐释，你也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但是不够，你得去找到新的阐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所有做书法的人都会去读一些旧诗、旧体诗歌。我一问他们就说：“哎呀，我最近读了不少，我还在背了一些。”这都不能说明你读好了。怎么才叫读好了？怎么才叫有领会呢？是这样的，你挑一首唐诗，你来解说它，而且这个解说，它必须是从古到今人们从来没说过的内容，这才叫你对唐诗有领悟。你要知道这多难，很多教授都没有，因为他说的都是别人的、历代的，这个是知识，不是你个人的感悟，是不是？书法一样，你要知道这件事情真正的学会欣赏有多难，但是也不是高不可攀，做得到的。只不过我们今天不能做更详细的解说了。当然，这种新的含义不一定是由你来发现，对不对？你努力去做了，比如高高缭乱边走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这样的名作，多少人解说过？你也不一定能找到新的解释，对不对？不要说你，一个专门研究古典诗歌在大学里教了一辈子书的教授，也未必能对这两句找到新的解释。但是，只要你阅读这两首诗，你就必须心里怀着一种期待，我去寻找的也许是我自己的解释，也许是在某一天突然从别人的朋友的谈话、老师的讲课，或者是文章里，我发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释。你想想，这不一样了。这就是说，我们心里始终是有一种开放的，对新的解释接纳并期待的一种心态。这就是我说的，在阅读的时候，始终不把那个含义的网口收起来，敞开的。在很大程度上也让我们自己的心胸敞开，
时时刻刻会去接受书法的新的含义。比如说前面看到那张代考文字，很多人一看就说：“书法还能这样搞的？这算什么？这不是书法，这个不行的，怎么？”他就首先就是这种抵制。但是有我刚才说的这种心态就不一样了。哎，他能不能用一种新的东西，能不能用一种古代的东西来阐释它，同时又加进一些现代的阐释？你看这两个人态度截然不同。当然你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一个欣赏者，我采取什么心态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如果整个社会都是一个这样的开放的心态，你想我们整个这个时代书法的感受水平和它的开放程度、承受力会多么了不起。它就是这个时代的书法让它成为一个璀璨的了不起的时代，取得了不起的成果的一个社会基础。你就是其中的一份。今天的课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好的，非常感谢邱老师给我们带来一堂非常精彩的书法课程。我想听完这堂课，我们所有人应该是对书法的含义系统有了一个全面的、直观的、深刻的了解。如果通俗一点来讲的话，书法所包含的含义系统当中，可能既有最直观的视觉图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书法作品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视觉体验，也包括文词的内容，就是书法作品当中的文字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其实书法作品当中还有创作的人、书写的人在创作时的情绪、他的个性、他的修养、他的审美情趣，以及他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向书写中去渗透而造就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境界。根据刚才邱老师给我们所讲的古往今来的阐释当中，似乎我们中国的书法还可以表现我们时代的变迁、我们自然的规律、我们一般的哲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书法的含义系统确实是非常的庞大和复杂的，但是对于了解和感受书法来讲，这个含义系统却又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刚才邱老师讲课的时候讲到了傅山的故事，其实讲到傅山这个人，他的人生经历是比较特殊的。他78年的人生经历当中，明清朝代的更迭恰好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说他39年生活在明朝，另外的39年他生活在清朝。然后我们今天的人去回看那样一个时代，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朝代的更迭。但是对于那个年代像傅山这样的文人来讲，明朝的灭亡、满清的入关就意味着亡国，所以这样的一种亡国的痛楚，我觉得是影响到了傅山整个的艺术审美观，所以他提出了以人论书观。他认为我们看这个人的作品，不仅要看你字写的怎么样，还要看你这个人有没有风骨，有没有气节。所以我特别想问问邱老师，您如何看待傅山的书法艺术？你这个问题问得很专业。谢谢邱老师。这个傅山呢，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有影响的非常特殊的人物。他的最特殊的地方在于他的跨越了2个时代，在后半段呢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是让很多人称道的。而且对他的书法的评价，对他思想的评价也跟这个有关。他一直是明清以来最有影响的书法家之一。而且这种评价的话，实际上会影响到我们不能很客观的去看待他。比如说对他书法创作水平的评价，我就稍微说几句，简单的说2句他的风格。实际我对他的创作的风格评价不高。和他成为对比的是当时的和他差不多同时代或者年龄比他略大一些的王铎。王铎是一个在南明政权里他带头投降清人的一个高官，和他的民族气节恰恰成为一个比照，所以很长时间以来都
推崇傅山而贬义王铎。但是事情过去了几百年了，这个我想我们的评价应该有点改变，也更客观一点啊。实际傅山的书法的话，它的最主要是草书，但是它的缠绕太多。这个具体我们不去说它了哈。明末的时候，实际上人们写字是很大胆的。那时候最重要的书法家有王铎、倪元路、张瑞图、黄道周，有这么4个人，名气差不多齐名，影响很大。他们都是很有新意的作者。好，谢谢邱老师的精彩的回答。在您的那个著作里面会有这些表现主义的内容，所以我想问问您，就是对于书法的阐释，为什么要借鉴这方面西方文艺理论的内容？这个不光是谈表现问题了，因为今天是一个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讲的是非常的简略。在我关于表现问题的话写过2篇很长的文章，里边有更详细的阐释。这里边就要说到我们在思考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我们的知识背景，跟我们学习的思考问题的背景。如果一个清代初期的人跟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读的书完全不一样。在读这些不同的书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很多从书籍里产生出来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存在我们心里。当我们发现，当我们要去解决一个具体的学术里或者艺术中的问题的时候，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成为你思考的一个背景，这是不可回避的。接下来问题就是你过去的那些背景有没有能够帮助你今天的思考深入的这种点非常多。比如说有的是这样说吧，有的时候它是促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有的时候它是提供了一个对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不同的一个思想方向，放在这里让你进行比较。比如说我们都会谈到中国的写意画，中国的书法是非常具有表现主义特点的。当然这样谈表现主义的时候都是非常笼统的，不太准确的用表现主义这个词，因为在西方表现主义这个词是西方的近代以来才有的，而且他们的表现主义有非常特定的含义。比如表现的内容是什么，对他们很重要的是表现情感和表现作者的或者是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谈绘画而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呢，主要的是谈作者的内涵的表现。这里边确实是可以有一个对比的地方，我们谈方法。第一，肯定有接近的东西；第二，肯定有非常不同的东西。在这种比较之中的话，就很有利于我们对自己民族的或者书法艺术里的一些问题的深入。好的，谢谢邱老师。还有哪位观众有问题想跟邱老师？这边好。老师您好，就是您在开讲的时候有提出问题说，书法的含义系统来如何论证？但我听完之后对这个问题还是不太了解，就是想再问一下邱老师，这个书法的含义系统到底该如何的论证？如何的检验？有没有标准？如果我们要详细的讨论含义系统的话，必须把它所有的含义系统的内容一点一点的列出来。比如有那么5、6点、6、7点，这个每一点它的输入的机制是不太一样的，过程也不一样。举一个例子吧，这也是一个故事了。这个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是大家说上海有一个老者，姓朱先生，他那时候是90岁，
他能从一个人的书法里看出你的结局，一生的命运结局。那我们很好奇啊，然后他们就把他请来，从上海请来到杭州讲课。讲课的时候讲完了以后，然后我们请他看，教室里挂了4个人的字，4个同学的字。哎，你讲一讲这4个人的结局怎么样？他当然不全是结局，讲了这4个人的性格，也讲了其中某些人的结局，很准确，有意思吧？那你怎么去证明这个事情？没法证明。他根据什么看到的？他根据哪一点就能？现在证明必须这样，做不到。那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至少他为什么敢这么自信的去说？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人啊，这个人性格看起来很大方，但实际心里，你想想看，他怎么敢这么去说？我想过很久，他大概活了90岁，是一个聪明的人，会写字的人，在上海滩嘛，90年的经历，接触过多少写字的上完收藏的人。他90岁，他完全来得及看很多人的一生，对不对？他要看多少风云变化，多少人的起伏。他会把这个人的对这个人的风格的记忆，跟他这一生的命运、性格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归纳法，你想对不对？如果他有300个例子，归纳一下就有相当的道理了。如果我们只看了50个人，那你归纳就很难归纳。我从来没有试过去归纳，但我大概是这样。每个问题的证明不一样，但这个我刚才说也不算证明啊。你能写到文章里说吗？这是一种理论，不可能。但是我故事讲给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很开心。对，就这个。好，谢谢邱老师。我想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当很多人去看一幅艺术作品，不单单是书法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带着很多的人生经历、很多的背景知识去看的。比如说我们看赵孟頫的书法，你一定是先了解赵孟頫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什么样的家世背景，他什么样的人生经历，然后你去看书法。这些东西其实在你看这个书法作品的时候，已经让你产生了很多的联想。假如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人，就去看一幅书法作品，我觉得可能产生的联想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刚才那个小伙子问题说怎么来阐释，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用科学的机制或者科学的一种系统去阐释的一种挺难言说的一种东西。所以我想今天邱老师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可能是更多的去感受或者去体会这样的一个含义系统。所以以后我们去感受书法，去体会书法，去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其实是很重要。但是真的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我想这应该是科学家做的事情，而不是一个书法家做的事情。好吧，谢谢。我们还有没有观众有问题想再跟邱老师交流？好，最后一个问题，2个人，那给女士吧，女士优先好吗？你让他们2个都说吧。可以，没问题。我简单一点。谢谢啊，谢谢邱老师。那个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书法爱好者哈，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感觉呢，就是古人他们写书法的时候，他们书法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表达的方式，是一种就是非常有就是很直观，然后可以表达非常多内涵的一种手段吧。那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呢，可能书法就不是一个不是我们唯一的一个选择，或者说不是我们主要的选择。可能现在的人会有更多的一种表达自己性格也好、情感也好的那种手段。那可能而且很多人不再接受这种非常系统的这些传统文化的这些教育，就感觉很多东西都已经隔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您对书法就是的未来，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是它仅是在一种作为一种艺术，一种那个在美院这种环境里面，然后在少数人这个群体里面来表达含义的这种手段呢？还是就是对我们大众来说，它会有一样的什么样的一个
作用吧？就是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名画来欣赏呢，还是说我们也可以怎么样能用它也来表达我们自己的那个一好，种情我明白感？你的意思。好，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拉二胡、拉小提琴、吹笛子，我们有专业的音乐院校，有那种专业学生，有教授，有非常精彩的演奏家，但是也不妨碍我们在家里拉拉二胡，对不对？吹吹笛子，同样能够寄托你的很多东西。但是这个时代，二胡和笛子的最高水准肯定不是我们来代表，而是由那些专家来代表。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解释你的大部分问题，因为大家都不使用毛笔，100个人里边大概有3、4个人，或者顶多10个人吧，回家会写写字，而且你还不能坚持每天写，高兴的时候写5、6个小时，不高兴的时候可能2周都不拿毛笔，这很多的，这我都了解过的。这样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把毛笔的书写水准达到基础，包括创作水准提到一个很高的程度，但这不妨碍你热爱。另外还包括不写字，但很喜欢书法，包括收藏，包括在家里陈列一件好的书法作品，也包括你不写字，你欣赏水平可以提到很高，比如欣赏交响曲。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去演奏，达到那个演奏交响曲的水平吧？但是愿意听交响曲的人很多，特别室内乐，对不对？你欣赏水平可以很高，比如世界4个著名的这个室内乐团，他们演奏同一个曲子的时候，你能听出他们的微妙的区别，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可以做到的。书法，我想一样。我解释了吗？好，谢谢邱老师。你再说吧。来，最后这个小伙子最后一个问题还是给你一个机会，来。很高兴能够在国图听到邱老师讲座，然后也非常的紧张。我每次拿着话筒，你紧张什么？我有点紧张。我拿着话筒的时候，又能对着自己尊敬的老师，实在是觉得很荣幸。然后我想问的问题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您致力于书法的理论研究，为理论研究的当代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您所建立的一套新的术语体系，成为我们现在观看书法、学习书法的一个重要的理论知识。然后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扩充书法的含义系统，您的具体做法是什么？还有在这方面，您对您的学生有什么具体的一些建议或者说要求？这是我的问题。好，我先说你最后一个问题。最后具体的要求没有到这么具体，从来没听说过要他们努力去扩展含义的这个，因为今天是谈这个问题嘛，你提这个问题很自然。你这前面一个问题是什么？来，话筒给你，等一下。你问了2个问题。我说是您的那个对于这个扩充书法的含义系统，您的这个具体做法是什么？您自己的思考的一些方式啊，或者说一些可以让我们有这个进入书法的途径。好，我明白。2点。第一点，刚才你们看见我做的1件作品，这样的作品我还做了一些，它都是扩充含义的一种努力，对吧？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作品的话，我们不是凭空谈吗？比如我们设想虚拟一个作品，我们来扩充它的含义，这没法做的。首先你得把作品做出来，这是我们再来谈阐释，否则是对着空中阐释，那个是不存在的。第二，我也写文章，或者说就是一个做理论的人吧。做理论的，别人问我你怎么阐释书法的，我说我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怎么讲呢？对书法在进行阐释。阐释不是我们直接在谈书法的意义的时候，它意义1、2、3，这是在阐释。不，我们谈这运动的这一笔下去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有什么差异的时候，你要注意，这就是才为阐释做准备。因为最后我们要说到下去的角度不同的话，那你说表现的东西当然不是这么直接了。你要把所有的细节、所有的微妙的东西一一讨论周全，尽可能的、尽量的深入，
然后它汇成一个阐释的基础，它都是阐释的组成部分。好吧，我就说这个。好，谢谢邱老师。让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谢谢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课程，而且回答了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提问。好，那么也谢谢我们现场观众的提问，因为我想很多观众真的是有备而来，而且是非常的认真的态度来听这堂课。然后呢，我想我们第4讲的录制到此就差不多结束了。在下一讲课程的第5讲当中，邱老师将带领我们具体的进入到书法的作品当中，为我们详细的解析我们应该如何学会去判断和欣赏书法作品的神采和意境。所以让我们期待下一次课程的到来。谢谢大家，再见。